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皇帝，他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寺庙，城里一半的人都是和尚和尼姑。他还干过一件更离谱的事，当众宣布自己是寺庙的奴隶，然后让大臣用国库的钱把自己赎回来。最后，这个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帝国被1万叛军灭掉了。这个皇帝就是梁武帝。有人用4个字总结他的结局：宁佛亡国。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当一个人誓不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他个人的法器时，那种疯狂的操作手法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南朝首都建康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。南朝484，绝对不是什么文学上的夸张，甚至说保守了。对，仅仅在建康这座城市里，就有500多所宏伟的佛寺，僧尼数量达到了10余万人，占了整个城市人口的1大半。天哪，一座城市1半以上的人都是和尚尼姑，你能想象吗？这就好比你走在大街上，迎面走来的人里，每2个就有1个是出家人，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完全畸形了呀。对于非佛教徒来说，梁武帝这些行为匪夷所思，但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，他这样做非常正常而且合理。梁武帝之所以推广佛教，从他的行为模式来看，的确是冲着权力和维稳来的。佛教也的确有这个功能，但随着他天天熏习那些理论，读经讲经发菩提心建寺庙立佛像的功德有多么大，他曾经在那个积累功德的理想世界里，曾经在转轮圣王的梦想里不可自拔，那每天得拯救宇宙1万遍。从信仰的角度来说，是的，慢慢的他是真信了。只要皇帝有所喜好，有的是人愿意配合他，甚至创造神迹。光宅寺铸造无量寿佛像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所谓的神异事件，是关于铜料的那个记载，说本来准备了4万斤铜，倒进模具才勉强到佛像的胸口，后来官方紧急调拨了区3000斤铜，结果这3000斤倒进去，几十尺高的巨大佛像竟然瞬间就神奇地注满了。对，作为一个极其聪明、读过上百卷书的顶尖学者，萧炎难道看不出这种严重违背物理常识的事情是个骗局吗？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，就涉及到了统治者在掌握绝对权力后晚年非常典型的心理状态。他糊涂了吗？那3000斤铜瞬间注满佛像，显然是工匠或底下官员为了交差或者为了讨好他而编造的谎言。但对于萧炎来说，这种天降神迹恰恰是他挥霍国库修建寺庙的合法性来源。底下的人投其所好，制造神迹来升官发财，他则借用这些神迹来强化自己受命于天的菩萨人设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上而下的谎言闭环。在这个闭环里，没有人关心真相，大家只关心如何维持这个庞大的幻觉。这确实让人不寒而栗。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宗教界、政界和商界都非常普遍，我们身边都有很多。投其所好嘛，你以为 AI 就靠谱吗？ AI 也会投你所好，更别谈那些针对你的偏好给你主动推送的信息流。所以很多人容易陷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，再也出不来了。另外，梁武帝还喜欢举办无遮大会。无遮就是没有任何遮蔽，没有任何门槛的意思。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。场面一下子就宏大起来了。那在这些大会上，具体会发生什么？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在帝国的都城，成千上万的臣民注视着，他们的皇帝会亲自登上高台。他不是去发布政令，而是像一位佛学大师一样，向所有人讲解深奥的佛经。皇帝亲自讲经，然后高潮就来了，他会进行一场匪夷所思的表演，叫做摄身。摄身是字面意思上的摄身吗？极其接近。他会当众脱下象征至高权力的龙袍，换上最朴素的僧衣，然后走进皇家寺庙，自愿宣布成为寺庙的奴隶。皇帝当奴隶？对，
这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力是毁灭性的。它传递的信息就是：看，连我都愿意为信仰牵眉至此，你们呢？这场面太震撼了。那一个皇帝成了奴隶，国家怎么办？谁来管？这正是整个设计的精髓所在。皇帝设身之后，会有满朝文武大臣出面，动用国库里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，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，把这位皇帝奴隶给赎回来。哦，你看，这一进一出之间发生了什么？皇帝个人的宗教虔诚、国家的雄厚财力，以及他作为整个秩序中心的地位，被完美的融合在了一场万众瞩目的盛大表演里。我有点明白了。每一次设身和赎回，都是在向所有人宣告，皇帝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世俗统治者，他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的精神领袖。没错。而且国家的财富最终是服务于这种神圣使命的。最后，大会结束的时候，他还会宣布大赦天下。哦，这就厉害了。对，这就把一个宗教仪式和皇权最核心的赦免权死死地捆绑在了一起。好了，他有了理论，有了仪式，也有了头衔儿，但要把这个帝国佛教变成现实，还需要实体，总不能一直在空中楼阁里操作吧？当然，所以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实体建设。他把自己登基前的王府改建成了光宅寺，后来又在皇宫旁边新建了一座更加宏伟壮丽的同泰寺。同泰寺，对，这座寺庙就成了他举办无遮大会和各种国家级宗教活动的主场。这些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皇家寺庙，实际上是取代了传统上由儒家主导的太庙和祭坛，成为了新的国家礼仪中心。等建这么多宏伟的寺庙，办那么多盛大的活动，钱从哪儿来？总不能一直花国库的钱吧？大臣们肯定会反对。这就是他另一个天才的设计了。伴随着这些大型宗教活动，会有巨额的社会捐款涌入寺庙。为了管理和运营这笔庞大的资金，梁武帝专门设立了一种机构，叫做无尽藏。无尽藏，听这名字就像一个永远也花不完的聚宝盆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现代的巨型慈善基金会，但又带有金融机构的色彩。哦，它负责收集、管理这些捐款，但它不是把钱锁在仓库里，而是进行放贷、投资，让钱生钱。还会投资？是的。产生的利润再投入到兴建更多的寺庙、举办更多的法会以及进行社会救济等活动中去。这太厉害了！他这等于是在国家正式的税收体系之外，建立了一个平行的、由宗教驱动的，而且能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。完全正确。而且这个体系里的财富被称为净财，也就是干净的财富，以区别于通过税收等世俗手段获得的财富。这个体系不仅为他的整个佛教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把皇权、宗教机构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前所未有的深度捆绑在了一起。这是一个全方位的、系统性的伟大工程。是的，这带来了极其庞大的经济和人口倒挂。无数的土地和财富被卷入了寺庙，大让原本应该交纳赋税、服兵役的人口，为了逃避国家义务，或者是盲目追随皇帝的信仰，纷纷剃度出家。国家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没错。到了梁武帝的晚年，也就是在他70、80岁高龄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已经陷入了一种宇宙混一的极度幻觉之中了，也就是彻底脱离现实了。是的。他每天沉浸在华林园、同泰寺里讲经说法，给几万人开大法会，真以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人间佛国。而真实的国家运行呢，他全部甩手交给了像朱毅这样的权臣。朱毅这种人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典型的向上管理大师。国家外围明明危机四伏，内部民不聊生，官吏贪污腐败到了极点，他却天天给梁武帝报喜不报忧，营造一种盛世的假象。没错，而且梁武帝对皇室宗亲的那种无底线的包庇纵容，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咱们得说一下他那个六弟萧红的故事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。萧红私藏了上百间屋子的巨额财富，有人就去举报他谋反。梁武帝一听急了，亲自去查，结果打开仓库一看，
里面全都是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和成山的铜钱，没有发现兵器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这绝对是重大的贪腐案件了。结果梁武帝居然长舒了一口气，他不仅没处罚萧红，反而拍着弟弟的肩膀夸奖他说：“阿六，汝生活大可。”意思就是老六啊，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只要他不威胁到他的皇位，哪怕宗室把老百姓敲骨吸髓，他都视而不见。这种自欺欺人、对底层苦难彻底屏蔽的统治，最终引爆了那场著名的侯景之乱。侯景原本是北方东魏的一个叛将，走投无路了，来南朝投降。梁武帝盲目自信，根本不顾大臣的反对，非要接纳他，结果彻底引狼入室。侯景看穿了梁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，于是悍然起兵造反。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堂堂南朝的大帝国，最后竟然被侯景不到1万人的兵力给逼到了绝境，直接围困了健康的台城，也就是皇宫。只有不到1万人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仔细一想，特别可怕。当时城外明明聚集着勇兵自重的宗室王侯们，比如萧伦他们，带着几十万大军，他们就眼睁睁地在城外看着，按兵不动。这些人恐怕比叛军更盼着城里的老皇帝早点死，好冲进去争夺皇位吧。毫无疑问，这宣告了梁武帝苦心孤诣推行的教化治国，在现实利益面前遭遇了最彻底的破产。他引以为傲的道德枷锁，根本锁不住人性的贪婪。这一切的结局定格在历史上最冲击力的画面之一。那个画面太惨烈了。是的，86岁的梁武帝被死困在台城里，极度饥饿，忧愤交加，甚至连身边伺候的人都跑光了。临死前，他觉得嘴里发苦，想要一点点蜂蜜来润润嗓子，却根本得不到。但最让人震撼的是，当他听到台城最终被攻破的消息时，他没有大喊大叫，也没有痛哭流涕，只是极其冷酷地说了一句话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？”听听，我自己打下来的江山，现在由我自己丢掉，有什么可遗憾的？这种帝王到死都不肯低头认错的傲慢，真的让人后背发凉。这就引出了一个被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。后世的文人，比如唐代的韩愈，经常把梁朝的灭亡简单归结为4个字：宁佛亡国。就是说，是因为梁武帝太信佛了，才导致了国家的毁灭。表面上是这样，但是钱钟书等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识的观点。怎么说？他们认为，梁朝之所以能够在南北朝那个动荡的年代保持近50年的长久稳定，恰恰是得益于梁武帝推崇佛教。佛教传入中国，教义一直在演变。到了梁武帝这时，已经带着浓浓的宿命论的味道，一切都是业决定的。你这一世的贫穷，这一世的富裕，都是业决定的。如果你贫穷，如果你遭遇不幸，你要忏悔。所以梁武帝还开发了一套梁皇宝忏，你要读经建寺，要积累功德，要超度祖先亡灵，要忍耐。这些理论都给社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麻醉剂，起了极大的维稳作用。当皇帝也迷信这样的理论，荒废了经济、军事和人才建设，当国库早已被掏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而北方的强敌早已虎视眈眈，边防军全面崩溃。即使拥有海量的知识，如果不保持批判性思维和对真实世界的敬畏，任由自己陷入自我感动的幻觉中，必定会走向毁灭。任何信仰也无法代替现实。当然，当时也有一些儒家士大夫劝谏，一位叫范缜的官员写了一篇著名的神灭论，主张无神论。他认为因果报应和灵魂不灭都是瞎扯。在南朝，这是少见的公开反宗教思想。但梁武帝组织了一群高官文人，对他进行了一轮轮口诛笔伐，这也算是当时的思想专制了。好在于，即使如此，梁武帝也始终没有对范缜进行物理消灭。不过，历史的复杂性也恰恰体现在这里吧。
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，梁武帝的晚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，但在文化遗产上，我们却必须承认他的长远影响力。是的，他在位近50年倡导的学术繁荣，并没有随着梁朝的灭亡而消散。确实，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，隋唐时期那场惊艳世界的文化大爆发，其底层的制度框架和学术基因，其实大量继承了南朝梁的成果。他搞的那套三教同源，更是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上千年的思想格局。在现实的版图上，他输得倾家荡产，但在文化的版图上，他留下的印记却跨越了朝代。所以，对于梁武帝的一生，我们很难用单一的好与坏去评价。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，却是一个成功的文化推手。讲到这里，你以为我们真在讲梁武帝吗？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人，自以为感动了天地，感动了自己，天天来拯救世界，在积累无量的福报。还有一位朋友，3年前经济上已经破产了，成了老赖，他居然没有想着正视现实，解决眼前的问题。前几天跑来跟我说，他已经证得了3果。恭喜啊！现在3果阿那含、4果阿罗汉、10地菩萨都多得快溢出来了。所以梁武帝的那句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”，这句话听起来很洒脱，但很多时候它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沉迷于自我感动，逃避现实，把执念当信仰。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，让大家避坑。